最后一里路，圣地亚哥。我们终于到了，这里是朝圣之路的最终点站圣地亚哥。这个圣地亚哥的大教堂，虽然呢我们不是走路过来的，不过我们也是开车绕了一整个欧洲了，绕了一整圈，终于来到了世界的尽头。大家都是走了几百公里的路，来到了圣地亚哥这边。要朝圣圣雅各大教堂，这个呢就是圣雅各大教堂了，也可以说它是 Saint James 大教堂。这是耶稣的其中一个使徒，他是第一个被暗杀的，然后由他的学生呢把圣雅各的遗体带来到了圣地亚哥这边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听说在西班牙这边是世界的尽头。所以他们为了躲避伊斯兰教的追杀，把他送到了这边。那一直到了西元9世纪的时候，西班牙以及伊斯兰教的战争频频失败，导致他们退到了最后的这一块宝地。那就在当时呢，有一位牧羊人发现了圣雅各的遗骸。那当时也有说了，我们西班牙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取得我们失去的土地。从那时候，西班牙开始就战胜了摩尔人。全欧洲的人都已经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，大家也开始了纷纷从自己的家门口走出来，想要来朝圣一下圣雅各的遗骸。自从西元1000年的时候，就一直有人走这条路。那现在朝圣之路也是列为世界的文化遗产之一。据说只要走完这条路，你就可以赦免了你所有的罪过了。不管是从哪里来的，世界各国的朋友都会来走这条朝圣之路。那也是那时候开始了修建圣雅各的教堂，到今天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模样了。这是一个巴洛克以及罗曼式的建筑风格。那我们就一起进去参观一下吧。现在在外面的室温大概30度，很神奇的是，一走进圣雅各大教堂呢，在外面就有一阵凉凉的风吹出来，感觉像是里面有开冷气一样，真的是很神奇。我觉得欧洲这边的大教堂都有这种灵性，一走进大教堂就觉得很凉。如果很冷的时候走进大教堂，也会显得比较温暖一点。这边就是主殿的地方了。哇，中间的这个就是圣雅各。这就是耶稣的其中的一个使徒，这也是耶稣的堂哥。看一下这2排管风琴，超壮观的，这么大，蛮酷的哎。他们这边还有预约的时间，在明天的12点到12点45分，还有晚上的时间，他们是专门给菲律宾人以及讲英文的人可以来做告解，然后也有英文的礼拜。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的告解台了，要进去里面跟神父说耶稣我有罪，就是在这个里面的。电影的时候常常会看到，每一间的小房间里面都有安排告解室。每天来朝圣之路的人非常的多，通常会走朝圣之路的都是想要赦免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安排了许多告解室，让来朝圣之路的人完成他们的心愿。在这个一间一间的，等一下会有神父来听你告解的。来到这边呢，这里就是圣雅各的遗体了，在这里长眠了2000年了，就在这个遗骸就在这边。圣雅各的手指这边已经被大家摸到非常深的一个痕迹了，然后2只手都很光滑。天主教的3大朝圣之地，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，第2个呢就是西班牙的圣雅各大教堂，那第3个呢就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。3大天主教朝圣之地，已经带大家来走了2个了。现在走到它的正前方大门这边呢，在我的
正后方的这里呢，它是一间市政厅，可惜这间市政厅是没有开放对外参观的，只可以在外面看看它的建筑而已。它就在圣雅各大教堂的正对面。旁边这边呢，有一间很有名的酒店，它是4星级的，它也是以原本的教堂的建筑构造下去翻修成为的一间酒店，就在这个方向。那我们再继续逛一下圣地亚哥这边，它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景点可以带大家参观一下的？在来到了这边呢，是圣地亚哥大学。再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它的2楼这边，可以直接正对的圣地亚哥大教堂这边，从这边拍照啊，拍出去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，有这个窗户的配合，像是一幅画一样。好潮湿哦！还有另外一间 San Francisco 的教堂，一进来就是有一股非常潮湿的味道，没有什么人在朝圣的地方，里面非常的凉。那这间教堂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。走吧，好臭！逛完了整个圣地亚哥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圣雅各这个教堂真的是非常庄严呢？圣雅各他在西班牙的人民里，不仅仅只是一位圣人而已，在他们的心目中更是像是他们的国父，因为有这段神迹的发生，让西班牙人民终于可以再一次的重建原本该有的国度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在这边已经结束了。现在我是已经回到我停车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今晚睡觉的停车场了。这里呢，非常的舒服，它不会带很吵杂。距离圣雅各大教堂也非常的近，在这边就已经可以看得到，走路大概10多分钟就会到了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。